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从头到脚皆可替。国色芳华杨紫这一哭，打脸了多少流量明星？杨紫这回可算是告别仙侠剧啦。一开始是因为《香蜜》这部剧，杨紫凭借着动人的哭戏一下子火了起来，成功摆脱了童星身份的限制，身上的那些不好标签也都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近几年，杨紫在仙侠剧里可真是没少哭，每部剧都离不开吐血、挨刀、情绪崩溃的老三样。特别是《长相思》播完后，网友们都说看杨紫的戏看得都有些腻味了。2025年一开始，杨紫就带着她的新剧和全新角色强势回归热门剧集行列。这次在《国色芳华》里，她饰演的何为芳是个自强不息的女性。更巧的是，这次又和七月线男友李现二度合作。剧还没上，大家就觉得这部剧有拿冠军的潜质了。古偶哭戏顶流的自我修养。这次古装偶像剧里哭戏超火的杨紫撞上了白鹿，后者哭起来也是超有感染力。俩人的剧同时播，杨紫还尝试了新的人妻角色，跟一直待在仙侠剧里的白鹿比起来，这场高手过招简直让人看得停不下来。国色芳华这才播了没几集，杨紫在里面的哭戏就已经让网友们大开眼界了。说真的，没想到这么快，杨紫的演技就又给大家带来了新惊喜。她的哭戏，真的是看得人心都揪起来了。网上大家都说，这次她的表现又刷新了大家对她的认知，确实演得太到位了。看到因自己而丧命的丫鬟，杨紫眼眶红红的，满是憋屈和恼火，同时对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的冷漠感到难以置信。她喊道：“她不是什么下人，她可是我亲妹妹。”这话让人一下子心里难受起来。她的哭戏可不是那种只顾着乱哭一通的，这些年下来，她演技磨练得更精进了，哭戏里满满的都是层次感。一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接着就硬着头皮，装作镇定地跪下求人。心里那股情绪一点一点往上涨，到后来，磕头求情变得越发急切和激动，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真实，没有多余的。当公公无情地把丫鬟的死栽赃给何为芳时，杨紫眼中的怒火一下子就把观众拉进了何为芳的境地。说起来，杨紫在另一场戏里假装哭的样子，真的是超有感觉的。何为芳为了逃出夫家那个火坑，想了个法子演了场抓小三的戏，把丈夫何县主偷情的事儿公之于众。这样一来，她不仅顺利离了婚，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都要了回来，同时给枉死的丫鬟玉露讨回了公道。尽管何为芳心里早就清楚会看到啥场面，但她还是硬挤出一副悲痛万分的表情，赢得了大家的心疼。可当她转头看向丈夫何县主时，脸上瞬间换了副超厉害的表情，就像大仇终于的报的那种痛快，一个眼神就把这种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把观众的情绪给彻底带动起来了。杨紫从没刻意去打造那种大女主的形象，但在这部剧里头，她真的是游刃有余，把一个既勇敢又机智，全凭自己聪明才智站稳脚跟的大女主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自立自强，大女主人设拿捏。杨紫和何为芳俩人是互相帮衬着成长起来的。说白了，就是杨紫有成就，何为芳也有功劳。何为芳做得好，也离不开杨紫的支持。他们俩真的是相辅相成，一起变得更优秀。国色芳华这部剧的编剧是张渊昂，他和杨紫之前就已经搭档过，不是头一回了。大家都知道那部超火的《香蜜》吧，那就是他写的。他手里还有好几部大戏呢，像《暗黑哲学迷宫》和《沉香如屑》，都是大家口口相传的好剧。这些剧
把人的心思和情感都展现得特别到位。国色芳华这部作品继续发扬了它的长处，里面每个角色的心思都特别接地气，既不夸张到像个完美无缺的圣母，也不走玛丽苏套路，更不会硬来煽情那一套。故事里的每个转折都顺理成章，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活灵活现，有自己的脾气和灵魂。大女主剧吧，往往都绕不开一个老话题，那就是谈恋爱。爱情这东西得有点牵绊才行，而最棒的牵绊，莫过于咱俩谁也离不开谁。你依赖我，我依赖你，就这么简单。在古代故事里头，女人们好像总是被时代的条条框框给绑住了，她们帮男人最多的就是在家里头忙前忙后。反过来，那些男人们呢，就像是踩着七彩云朵的大英雄，跟女人们比起来，压根儿就不在一个层面上，根本没法说平等。不过国色芳华这书在这点上真是做得挺棒的。女主角离婚靠自己，脱险也是靠自己，她从来没想过靠别人帮忙，就想着通过自己的打拼走出困境。编剧从不让男主角像超人那样突然降临，他对女主角的帮助总是那么自然，就像是顺手做的小事，换做任何其他人他也会出手相助，并非特意为他所做。虽说看着不那么甜蜜，但编剧这回没加那些人工甜味剂，反倒是给了何为芳一份真实，也给观众献上了一份诚意。如今这时代，大家都爱追那些让人过瘾的剧集，像是什么身份曝光、逆袭打脸、重生雪耻之类的情节。但说到底，这种喜好背后反映的是大家对自个儿现状的不太满意。生活里充满了各种不易，日子难过，上班累心，谈恋爱也麻烦。大家都想在电视剧或电影里找点安慰，但那些太没内容的剧情，看完了反而让人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何为芳那股子自强不息的劲儿，不管啥环境都拼尽全力给自己闯出一条活路，他从不瞎折腾自己，也从不对自己没信心。他一睁眼就是干，这种行动力让网友们直呼过瘾，就好像从他那儿借到了继续奋斗的劲儿。在蒋长阳心里，让他瞧上眼的何为芳，不是那种循规蹈矩、柔柔弱弱的女子，她跟他一样，爱财如命，算是同类中人。她那张厉害的嘴和古怪的性子，给她的生活添了不少热闹。在这些不太靠谱的描述背后，蒋长阳真正喜欢的，其实是何为芳那种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劲儿。细节无限还原，真诚才是必杀技。说起来，国色芳华这部剧，不光是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吸引人，它的服装、化妆、道具也是相当出彩。好多网友都说，特别是在吃饭聚会的时候，老感觉像是古画里的场景活了过来，特别奇妙。这部剧里，从场上的每样道具到演员的坐姿、站姿，再到宴席上的游戏，那可都是经过精心琢磨才定下的。桌子、茶几这些家具都是照着出土的文物来弄的。男主的坐姿呢，是参考了夜宴图里的样子，就是想让观众在看剧时有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剧组这次真是下了大本钱，连蒋府的场景都是他们亲手搭建的，没有因为镜头可以剪辑就随便应付。你绝对想不到，杨紫饰演的何为芳住的小院子，竟然真的就建在蒋府后面，跟剧里演的一模一样，一点不含糊。何为芳在蒋府后面租房子那会儿，头一回推开连通蒋府的后门，据说拍这场戏时，演员杨紫是真的被吓了一跳。剧组为了追求画面超逼真，居然真的搞来了一头活生生的梅花鹿。这事儿可真够绝的，他们没用假的，直接上了真家伙。杨紫和小鹿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个表情捕捉的太到位了，既鲜活又真实，特别有意思。剧里头除了小鹿这个角色特别像真的以外，还有好多其他小动物也被演得活灵活现，
特别逼真。拍那场围猎戏的时候，导演特地找来了陕西细犬。听说在唐朝，这种狗可金贵了，是那些皇室贵族打猎时的首选。这个小细节让那些了解这个不太为人知的知识的网友们都觉得挺意外和高兴的。看了一堆乱七八糟、随便搞搞应付观众的玩意儿，突然冒出这么一部讲究的作品，哪怕观众们都是门外汉，既不会拍戏也不懂表演，但到底用不用心，一眼就能瞅出来。国色芳华那份真诚，观众们心里都有数，也用实际行动给出了回应。这剧才开播2天，播放量就飙到了2亿，真是将心比心的好结果。希望这么良心的剧组能大火一把。